高一在监狱里面不见了，是你干的，对不对？他记得我这张脸啊，他知道是你替我整形的，所以才会不见。其实你就是 Dreamer 的幕后老板，对不对？陈在天，我们会长他今天身体不舒服，但他还愿意见你。你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的话，就别乱给别人冠罪名。我今天身体也不舒服，你要证据啊？手借我一下，我的脸啊，你知道的嘛？还有头发被验出来有 Dreamer 的反应啊！这个事情除了你之外，没有人做得到，这些都是证据。我从来不碰毒品，Dreamer跟我没关系。我爸最恨毒品了，全3联会员都知道他绝对不可能贩毒，任何人只要卖毒品，一定都会被赶出去。而且家的事你们应该很清楚啊。会长，我有件事想请教你。你说，贩卖 Dreamer 的北韩人，在医院里被一个女军官给杀了。这个女军官后来又追杀我跟陈明，还派他弟弟去调查陈在天的身份。这些事情之间到底有什么关联？你跟军方到底有什么恩怨？我没有必要告诉你。爸，会长大人，这件事情真的牵扯到太多人了。如果你真的有什么……大爷，到那里去看看什么事儿？是。今天先不谈了，你们回去吧。在干什么？不要回来！我就是调解长呀！大爷，让他过来。检察长，你带这么多人来，有事吗？我知道你要对我说什么，我很懂法律的。这是搜查令。把它搬开。会长先生，你因为违反毒品防治条例第4条，运输及贩卖持有1级毒品，并且涉嫌教唆杀人、走私枪械以及4起重大命案，我要以被告的身份对你进行拘提，带回地检署。怎么样了？检方手上握有的证据对我们非常不利。光是在会长书房里面找到的海洛因市值超过2亿，这还不包括在货柜场找到的那些。同时，检方手上还握有3联物流和泰国盘商之间的通联记录和往来的进出货单。
证据齐全的程度，连我都非常意外。怎么会这样？麻烦的还不只是这样。检方说，有污点证人愿意作证，6年前就是他奉了会长的命令，在酒店门口枪杀文门帮帮主。所以除了毒品之外，检方还会用教唆杀人的罪名起诉会长。我们帮主，那杀手人应该在东南亚，为什么这时候突然冒出来呢？洪律师，那我爸现在人在哪里？检察官同意交保了吗？检察官认定会长有串供和逃亡之余，裁定不准交保，立刻收押禁见。手续一办妥，立刻就送到看守所去了。这件事非常的奇怪，整个地检署好像变得跟我们不认识了，所有的人都关机，再不然就是出国有事，剩下的全是跟我们没关系、没拿钱的。今天这件事，很明显不单是会内的防线出了问题，是有人要陷害我爸，而且这个人是自己人。能够自由进出会长书房而不受任何阻碍的，应该没几个人吧？大彦哥，你不觉得帮会里自己兄弟内斗没办法搞那么大？有没有可能是外文部的局？我说的不是内斗，是勾结。帮会里面有人勾结外面的人要拉下会长的位子，这么大的事情，外人是弄不来的。帮会里头如果真要找出嫌疑犯的话，当然也包括我在内。毕竟我出入会长的书房比任何人都来得容易得多了。更何况，会长出事之后，我是最大的获利者，我拥有最多的堂口，我管最多的事业，所以我的嫌疑也是最大的。再来就是你了。所以先查我们两个，再查底下的人。这次如果我没办法把会长给救出来的话，我会想办法去坐牢，然后把那些指控会长的叛徒一个一个给干掉。海洛因的事情，车进，你想办法扛下来，这样不仅没人能够指控会长，同时也可以证明你跟我两个人都是清白的，不是吗？晏叔，事情不应该是这样的。不管救不救得出爸爸，帮会都还是需要你们两个扛着。我们可以来想办法。3联会这么大的能耐，不会做不到的。能够把整个地检署所有的检察官和法官搞得跟我们不认识，这后面的人绝对不简单。我决定了，我回家睡觉。今天刚刚帮忙前问到天亮。你不能走，我还有事要跟你说。跟我们走过来。其实老实讲，我有点困了。我明天一大早还是早班。陈在田，我们在检察署的联络有些状况，希望你能跟我们一起想办法，当我们警方的内应。晏叔，这是家族的事，在我还没有想清楚该怎么办之前，我想我们还不需要外人来帮忙吧。
他不是外人。你说的是他帮我整形还给我钱花吗？我非常感谢他。可是话说回来，我还是个警察。不是因为他给你钱，而是因为你是会长的亲生儿子。如果你还有那么一点点良心的话，就不应该对自己亲生父亲的事情置身事外。说什么？我警告你不要胡说，我从来没听过我有爸爸，我不可能有爸爸。叶叔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陈那天是我爸的儿子。会长现在命在旦夕，我没有必要为这种事情开玩笑。你够了没有你？你干嘛在那边瞎扯淡啊？把我从街上抓出去整形，还强迫我当警察，这些东西已经够瞎了。你千万不要因为你们家的会长出了事情，就拿这些东西来骗我。他说他是我爸爸，凭什么？啊？他知道我妈是谁吗？我问你，你又知道我妈是谁吗？你的母亲叫做李英玲，血型 A 型，和会长从小一起青梅竹马的长大，最喜欢莲花。在你10岁那年，她得了肺炎过世，这样子够了。这样算哪门子的爸爸？我妈生病到死的那一刻，她在哪里？我在街上当流浪汉的时候，被人家当狗打的时候，她人又在哪里啊？现在跳出来说他是我爸，我就要叫他爸爸，有这种道理？陈在田，我知道现在你非常难接受这样子的事情，但是这些年来，会长他的确费了非常大的苦心在寻找你和你的母亲。从我跟随会长以来，他从来没有放弃要寻找你和你的母亲。这么多年来，他费了多少的精神，多少的时间，好不容易让他找到。可你母亲已经过世，你也下落不明，但他从来没有放弃过要找你。你现在所有的一切就是最好的证明，不是吗？会长觉得非常的愧疚，也想尽办法再弥补了呀。他弥补我的办法就是把我的人生搞得莫名其妙啊！他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要保护你，给你过好的，给你新的人生，他没有纵容你。会长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让你有更好的生活而已。不然你以为他为了什么要花那么大的心思，给你新的人生，给你买车子、买房子，给你新的身份哈？我告诉你啊，从我有记忆以来，我就只有我妈妈而已，只有我妈妈在照顾我。我从来没有听我妈提过我爸爸，也从来没有听我妈提过有关于爸爸的任何事情。所以我相信，我妈妈她一点都不在意这件事。既然她一点都不在乎，我何必在乎？你可不可以不要再用谎话来骗我？我过去所失去的一切，现在我想我也不必拥有。陈在田，会长或许有做的不周全的地方，但过去的事情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不是吗？他对你母亲的付出，对你的关心，我相信你一定感觉得到。所以，请你正视这件事情。你是3联会会长的亲生儿子。
是我爸的儿子，是他跟那个喜欢莲花女人所生的孩子。你一直都很希望知道会长为什么为陈在天做了这么多的事情，不是吗？那他为什么都不告诉我？这算什么啊？他叫我认识陈在天的时候，为什么都不说？小姐，会长一直试着在提醒你不要跟陈在天走得太近。我很抱歉，必须在这个时候跟你说这件事情，而不顾虑到你的感受。可是现在对我来说，最重要的是设法把会长给救出来，所以我需要陈在天的协助。我希望小姐你能体谅这一点。你走吧，不需要理由，忘掉彼此重新来过。放开我！不爱了吗？随口问问我，发现不管真实的是怎么样，都无所谓，因为我喜欢的你。只是我现在看到的你，是最真实的你。我想要天天跟你在一起。痛苦是你给的礼物，打开让记忆更清楚，直到在家中快乐静静地抱。你为什么什么都不跟我说一声啊？说我有一个黑道老大，我怕没把到自己的妹妹。糟糕！我会努力比你更幸福。你昨天不是先走了吗？干嘛一副没睡饱？陈琳还好吗？应该好。这次人赃俱获，3年会是完蛋了。还说什么不碰毒品？根本是说说而已。陈在天，我跟你说，3联会会长为什么要帮你整形、给你钱，这些事情我不想管。可是我劝你，趁这个机会好好想一想，怎么样当一个警察？你想当一个怎么样的警察？反正这个案子现在也不是我们在办，走吧，要去哪？长富银行的王会计师实在假的气爆案中，他的朋友李先生又是因为手上的资料而被国防部杀了。也就是说，如果要查出国防部的真正目的，我们得从会计师的背景开始查起。他们大费周章为了杀一个小小的会计师，为什么？当你们长富银行的会计师还真不简单，一个月光薪资就有30万。因为王顾问是我们同盛世集团的
总会计师，所以他的薪资比较高。经理，这是王会计师他太太的账户资料吗？他太太的薪资也是从你们这里支付的。哦。就我所知，王太太不是我们集团的员工，所以她的收入为什么会在这里是以薪资来支出？我想，我也不清楚。薪资收入50万，比她老公还多啊！经理，是。你刚说王太太不是你们集团的员工？不是啊。那你知道她在哪里上班吗？这我就不清楚了。我看我们直接去日本人不就好了？两位警官不知道他们家发生什么事吗？什么事啊？哦，因为前几天他们家突然发生了大火，王太太跟2个小孩都不幸葬身火窟了。都死了？知道起火的原因吗？详细情形我也不知道，不过听说好像是电线走火，只不过是比较遗憾的是，王太太已经都办好了移民手续，本来过2天就要走的。经理，再问一下，是有关王太太的薪资细节，我应该去问谁比较好？王顾问的薪资是由我们集团的总经理签发的，所以王太太的收入，我想各位可能要到总部去查询才会知道了。太久了吧？然后警官，不好意思，简总今天行程都已经排满了，所以可能没有办法跟你们安排会面。什么意思啊你？你叫我们傻等了半个小时，跑过来跟我说这一句话？那明天呢？因为我们集团最近都在开股东会，所以简总的行程非常忙碌，还是要不要你们把你们问题留下来，我来帮你们转达。我们现在是警方在办案呢，我们一定是有非常重要的事情，要亲自跟简总经理问话，我们才会过来的。帮个忙嘛，挪点时间，只要给我10分钟就够。请问一下，你们集团的总会计师王顾问，他的办公室也是在这栋大楼吗？如果方便的话，可不可以让我跟他的秘书谈一下？他离职了。离职？多久的事啊？就在王顾问，其实我也不是非常清楚，而且我现在手上很多事要做。如果你们2位没有其他事情的话，可以给我他的联络方式。其实他什么都不知道，你们可不可以不要打扰他？尤其他最近正在办婚事，所以……小姐，我必须要非常正式的警告你，对警察知情不报是有罪的，你知道吗？不要担心啊，你跟我们说的一切，我们绝对不会跟任何人提起，因为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真的很重要。帮个忙好不好？
我也不过是个普通的上班族，你们可以不要这样为难我吗？哎，会计师死了，他家又突然失火，他的秘书又莫名其妙离职，再加上刚刚简大德的秘书很明显的在怕些什么，又是这种感觉，好像这整件事情一直以来都是有人安排好的。所以整件事情的核心人物应该是简大德。兄弟，陈俊怎么演的？你看那像是几楼？小弟，我问你，3年会会长那个案子现在有什么新的进度？有啊，听说啊，检方要把律师申请交保要求驳回了。陈组长啊，昨天带了一大票人去抄了3年大街，还有3年会所有的营业场所哦。你都不知道哎，他回来可爽的嘞。所以这个案子现在是由陈组长来负责？不是啦，听说啊，这案子有更高层在介入哦，他只是扫黑而已啊。喏，抬头就看到啦。这次行动的导火线是前天晚上检方在3联会会长住所搜出市值2亿的海洛因毒品，会长立即遭到收押禁见。南区分局在昨晚派出重装备警力，全面搜索3联大街，查缉是否还有藏匿其他。3联会做生意也不是1天2天的事情了。政府在这个时间点上拿3联会开刀，我看是不竟然要清除黑道，倒是有点像要彻底的铲除3联会的势力。那也没有什么不对啊。我看不是针不针对谁的问题吧，打击犯罪本来就是应该做的事。这些人用不法手段赚钱，早就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。我认为政府的态度完全没有错，我们身为执法人员更应该全面支持，不是吗？小绿，你过来帮我一下。好。神经病啊你！怎么跟你家大小姐一样，莫名其妙闯入别人家里？你这房子是我帮你布置的，锁是我装的，这沙发我买的，冰箱里头的食物是我找人帮你摆的。我想进来，我随时可以进。来翻译一下，啤酒为什么永远都只是这个牌子啊？你泡面可以买多一点，晚上肚子我会饿吗？这么爱买？会长这次被人陷害，是帮会里头的奸细勾串外人的阴谋。陈在田，我今天来是要问你，南区重案组究竟是怎么知道货柜场里头的毒品？这线报谁给的？我不知道，我现在已经不是重案组了。再说现在这个案子也不是我们分局在查。重案组这次只负责扫黑而已。陈组长他痛恨你们3联会这么久了，他巴不得这次扫黑的行动能够把你们3联大街扫得一干二净。
你要我现在去问他情报从哪里来的，那岂不是让他怀疑我？所以，你答应要帮我们了。陈在天，你现在抱怨我一点用都没有，事情就摆在那边，你可以自己判断啊。好，就从我被你们抓去整形开始说起好了。进警校，给线报，这些全部都是你给我的，对吧？但是我还有一点不太清楚，为什么我身上会有 Dreamer 的反应？当初的医生说，你的五官长得非常的糟糕，所以你的整形手术是他们做过有史以来最复杂、复健期也最长的一个。他们担心你会熬不过来，为了减轻你的痛苦，我们找来高毅每天帮你注射 Dreamer， 希望你能够在疗程结束之前，每天都处于一种半梦半醒的状态，好让你减轻对痛苦的反应。你这个人真不是什么好人。竟然说我原本的五官长得非常糟糕，后来我们不得不把高玉给处理掉，这也是为了要保护你，不让你的身份曝光。陈在天，会长他真的是对你用心良苦，不然你以为你家那个水管真的是自己漏水吗？你知道高毅的老板是谁吗？他到底为谁工作？我不清楚高毅的老板到底是谁，但我可以告诉你另外一件事情：这附近所有的住宅，包括你这栋大楼在内，都是由同一个大地主出资盖的。谁啊？你听过长福集团的简大德吗？他就是大地主。简大德。喂，是我。怎么会是你？你，等一下。你怎么打来这里？放心，我不像你那么笨，我是用转接电话打的。上次就是你太不小心，所以我们童年记录才全部曝光，连南区分局那个组长都跑来找我。因为你没处理好你女儿的事情，现在所有的问题都波及到我身上。你要知道，我不会忘记你儿子刚送到澳洲去，而且保证金是我出的。我求求你，不要对我儿子动手，我只剩下他了。大老板现在对你很不满意。这件事我已经尽力了，可是南区分局那2个人他们硬是要查，我能怎么办呢？我求求你。可乐的死已经让我很难过了，我求你不要再剥夺走我人生唯一的希望。现在是重要的关键时刻。大老板说，如果你再不处理惹出来的问题，他会自己处理。我惹出来的？就我一个人惹出来的吗？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吗？要不是你心里有毛病，事情也不会变成这个样子。你在怪我吗？当然。喂，老李，是我。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，你可以出来跟我碰个面吗？好，那里，好，那里见。
到检察官也来确认证物了，不过还是要等到公开销毁之后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安心。你好，我要领取高一案件的证物。是，请拿出示证件。拿签名。我们保管价值这么庞大的毒品，Jimmer，压力真的很大啊。不过能够破获这么大宗的毒品案，北区的功劳也不小啊。报告长官，证物不见了。区分局林局长今天出车祸，当场死亡。说什么？林局长死了，而且我已经知道陈组长去找长福集团简大的做什么了。因为重案组查了林局长的通联记录，发现林局长跟简大的他们联系相当密切，所以陈组长才去找他们问话。只是没有想到林局长今天就这样出车祸死掉了。简大的那个说法是什么？他为什么跟林局长有联系？他们的说法是，很多集团物业都在北区管辖范围之内，所以他们就拜托林局长多多关照之类的屁话。不过我总觉得事情没有这么简单。林文琪那个疯女人，我怎么知道她想干嘛？不过不是已经解决了吗？解决，就是因为你的关系，还要再杀多少人才能解决？警方现在已经盯上我了，不管怎么样，先把新合约搞定。现在生气也于事无补，生意比较要紧吧。金什么时候到？后天。要不要约狮子？不要，他出现会引人注目。我们3个碰面就好，我再把内容告诉他。请输入密码。请输入您要拨打的电话号码。Bonjour. Bring your stuff. We can make a deal. Très bien. 现在所有的法官、检察官都已经不再帮助我们了，只会敷衍地说他们试试看，或干脆直说他们没办法。这所有的安排、所有的程序，明显是冲着会长来的。现在就连看守所里面，都刻意把会长隔离到独居禁闭房，我们里面的人没有办法接近他。我收到一个可靠的消息，他们这样的安排是另有打算的。什么打算？我想，他们应该会找机会暗杀会长。洪律师，现在有什么办法可以见到我爸？保外就医是比较可能的方式，不过最近检察官很严格，核准的例子并不多，加上会长这一次的案子非常受到注意，就像刚才大雁说的嘛，如果他们就是有心要来对付会长，就算我们提出申请，也很可能被驳回的。不过，要是爸真的生重病的话，他们也不得不送他去急诊吧？话是这么说没错，可是会长为什么会突然生重病？陈琳，
你还好吗？谢谢你们来了。我突然打给你，是有事想要请你们帮忙。什么事？我爸最近身体不太好，看守所的兄弟没有办法接近他，而且我收到一个很危险的讯息。我们现在已经在想办法申请保外就医了，只要离开看守所，我就有机会。什么机会？我要把我爸带走。你是认真的吗，陈琳？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？你要去劫囚？我很清楚我自己在说什么。对，我要去劫囚。我想要请你们帮我查保外就医的路线，跟警力配合。现在只要申请核准，就要想办法把他带走。英雄，我是把你当朋友，所以我才来求你的。拜托你帮我这一次好不好？我拒绝。会长公然藐视法律，走私贩毒，跟其他罪犯有什么不一样？他凭什么可以脱逃回避刑责啊？我爸他不是罪犯，他是被人家陷害的。是不是被人陷害？检察官会去评定。而且，如果他真的是清白的，他就不需要逃啊，因为法律终究会给他一个公道的审判，没有什么好怕的。这些事情不是你想的这么简单。我爸不是单纯的被陷害而已，因为他手上握有危害那些人的证据，所以他们才会想尽办法的要抓他。你自己也见识过那对姐弟，你也知道7、8案其实是人为的，还有小马说的萨克吉，他们现在不是单纯的要抓他，他们是要找机会干掉他。我当然也想要光明正大还他清白，可是现在是非常时期，我必须先把他救出来，法律的问题以后再去想办法啊。你现在说的这些听起来都像是借口，这些事情我都知道，但是他们是不是真的有关联，我们也还不确定。我们连你爸为什么要帮陈在天整容这件事情都连不起来，你怎么可以说这些事都有关联呢？而且你在想什么？我们是警察哎，你叫我们去帮你解救，你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？我不是把你们当警察才来求你们的，当你们是朋友，所以我才求你们的。在是与非对立的事情上，即使是朋友，也不能让步。陈在天，你干嘛一句话都不说啊？难道你真的要帮陈丽劫囚吗？我在考虑。考虑？这有什么好考虑的？你是警察，怎么可以让一个犯人脱逃啊？我告诉你，陈在天，这件事我已经决定了。如果你选择站在错的那一边，那我会永远都瞧不起你。
Sunshine in the sky, see the birds fly so high. I know I can fly, but I still want to try, try. 小时候，每当我哭的时候，我妈她都会唱这首歌。谁教你的？我爸。我是我妈。我记得我小时候，每次被欺负哭着回家的时候，我老妈她都会唱这首歌来哄我。原来你妈就是我爸一直忘不了的那个女人。我好像应该跟你说对不起了，可是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说。这明明都不是我们的错，可现在变成全部都是我们的错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不要。我可以不要当你妹妹吗？我可以不要吗？你知道有些事情，是人就算他有能力，也没有办法去改变他。可是如果当选择权今天掌握在你的手上的时候，故事就会照着你的决定去走。你知道我说的意思吗？你不要担心，我们爸爸的事，我会想办法解决。我会想办法解决。痞子哥，这是我跟地检署调来的资料，有过去半年期间该送犯人保卫就医的记录。检察官核准的案例不多，所以只有这些了。联大医院。嗯。急诊也是送这些吗？对啊，因为这是离地检署最近的一级医院。哎，你要我查这些到底要干嘛？该不会你想要劫3联会老大的车吧？英雄哥，这是什么？你帮他查这个，跟我出来！叫你跟我出来啊！到底在干什么？啊？你不会真的打算帮陈琳接球吧你？哎，如果是呢？那又怎么样？你了不起，什么是3联会？不是一般人。就算陈琳是你女朋友，你也不能这么做。你知不知道你是警察？你在吃醋？什么？你很在意陈琳是不是？
如果她今天不是我女朋友，她就是你朋友，你帮不帮？这不是帮不帮的问题，这是立场的问题。这个人真的很固执。没错，3年会是个黑帮没有错，但这个黑社会里面不全然都是坏人嘛？陈宁不就是一个例子吗？黑的就是黑的，白的就是白的。你在染缸里待久了，白的都会变黑的。兄弟啊，我要怎么讲你才可以明白呢？这个世界上所有事情不是只有像一枚钱币一样，只有正反两面。很多事情处在模糊地带，不是你想分就分得清楚的，你知道吗？你有这么多大道理是吗？那你告诉我怎么办嘛？顺着感觉去说，我们是人哦，又不是机器。这里告诉你想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嘛。陈宁是你的朋友，你想帮就帮，你管他什么黑不黑白不白的道理啊？我当警察不是为了帮朋友，是为了维护这个社会的正义。去你的正义啊！为了你那了不起的正义，所以你不敢跟陈宁在一起，对不对？因为你知道，作为一个警察，如果爱上一个黑社会老大的女人是一个不正确的事情，对不对？你根本就是用你偏执的观念在掩饰你的不勇敢。我有我自己的价值观，我不用你这种来教我。那你敢跟陈宁说你爱他吗？你知道你自己爱着陈宁，但是你又不好好抓住他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说什么？我不抓住他，你再说一次！像你这种态度暧昧不平的人，有什么资格说我？那怎么样？你管不着？我不走！你是不是我不抓住他是因为你？你知不知道伤他最深的人就是你？我现在其实还蛮羡慕你的。什么？反正3年后我帮你嘛。如果你要抓，就抓。好，你就试试看，我一定会抓你的。哎，什么事？说是要给55号的。55号连本书都放不进来，你送这个啊？家属特别拜托的，说是生日，检查过没问题的。家属谢谢你的。55号，这是你女儿要给你的生日礼物。生日？伤怎么样？昨天才去医院检查过伤口，复原的差不多了，之后应该可以自己换药。那就好。啊，我在美国实验室的朋友帮我做的分析报告检测出来了，气爆的发生原因真的是小马说的那种化合物。你看，这是他们传给我的资料。这种叫做 TATB 的化合物，合成方式简单，原料取得也容易，
就像小马上次示范给我们看的那样。也就是因为这样，这几年恐怖分子很常使用它，而且因为它容易挥发，所以也才这么不容易被证实出来。谢谢你这么锲而不舍的追查，才能查出真相。为了查这个案子，你差点连命都搞掉了。我不知道还能继续查7、8案多久，因为现在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等着我去做。做了这件事，我可能连警察都做不了了。可是我不明白，你为什么要？你跟我说过，何小梅是你最重要的家人。可是我现在突然有了真正的家人，他们可能是我在这世界当中唯一仅存的亲人。无论如何，我绝对不会放弃替小梅查出真相。只是现在，我必须要为我活着的亲人做着更重要的事情。7、8案，如果我是说，如果我没有办法继续下去，请你一定要查出真相，让他们去抓住凶手。这不是为了何小梅，而是为了所有7、8案的罹难者，还有失去他们的人。我会的，一定会的。喂。今天早上会长气喘突然发作的非常严重，检方直接送他去挂急诊。洪律师出面交涉，希望能够留院观察，但是却被检察官给拒绝了。所以，在会长病情受到控制之后，应该会马上就被送回看守所。好，我们应该准备出发了。是。我知道。局长，我有一个请求，请你务必答应我。说。3联会会长现在正在联大医院法外就医，待会就会送回看守所，他们需要警力支援戒备。我希望可以由我来担任这一次押送的指挥。为什么？好，既然你这么建议，这件事由你来负责，我相信你的能力。我们好不容易才逮到3联会的会长，这一次一定要让他接受法律的制裁。是，局长。上车。金哥，不好意思，燕哥交代，您今天就在这坐镇。
会长的事不劳您出马。你们什么时候胆子变这么大？今天我硬是要去，你们有资格挡住我吗？燕哥交代，在把会长送到安全的地点之前，我们兄弟就算拼死也要守住这个门。金哥再怎么说也是3年的2家长，我想应该不会这么狠心，看兄弟们在这白干一场吧。有个通信，运送车队现在由后侧门出发。收到，请随时排报。他们进去了。这里是前导车，前方100公尺有施工，视线不佳，大家请减速。收到。这里是救护车，施工杂物掉落，我们被挡住了，请等一下。收到，我们减速前面等你。前导车，我们减速，等救护车跟上来。放心吧，我不会杀你。C18，发生什么状况了？需要支援吗？没事，我们过来了。前导车，我们继续往前。前导车收到。你的花啊，还真毒。不毒怎么会上呢？打倒后。前导车，我们停下来。好，收到。吴警官，发生什么事吗？吴警官。
被劫走了，请协助支援。喂？什么？救护车被劫走？你，哎！中心通报，16号隧道南方向有辆往外就医的救护车逃逸，请附近警力前往会援。涛哥，是我。英雄哥，你在哪里呀？局长跟陈署长气到快杀人了啦！我在追老头，我一定要把他带回来。我问你，陈在天人在办公室吗？说实话。他今天请假。请假？你这是现在要告诉我吗？浩哥。好啦，我跟你说了，我知道有一台可疑的警车 C224，刚好上了东西向快速道路，往西的方向走了。你把地图传给我。哦，好，我现在马上传。传过去了，我把他们的位置标示起来了。英雄哥，你现在落后他至少也有3公里，就算一路上都是绿灯，你也未必追得到他啊。不需要绿灯。到底想怎么样？你们这么做是违法，我要把他带回去。都已经到这个地步了，你就算帮个忙，可不可以？帮个忙？他是犯人，我是警察，你叫我怎么帮你个忙啊？你为什么不相信陈宁说的话呢？会长是遭人陷害的，你没事抓一个遭人陷害的人回去干什么啊？我不管那么多，我已经说过了，他是不是无辜交由检察官去判断，我只负责执法抓人。吴一雄，吴一雄，英雄，我知道我没有资格这么说，可是我们真的是被人陷害的。他是我爸爸，我总不能眼睁睁地看他去送死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求你，好不好？
该去求律师，不是来求我。陈在天，你好歹是个警察吧？拜托你拿出你的良知跟常理做个判断，我应不应该帮你忙啊？你说的对，我完全了解你的意思。身为一个警察，我绝对不应该放走一个嫌疑犯。但是身为一个儿子，我总不能不救我自己的亲生老爸。当我刚知道会长就是我老爸的时候，我也很不能接受。我不知道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其他的亲人。我不管你相不相信啊，现在坐在车子里面的这个人，他已经改变了我的一生了。如果不是因为他，我现在不会站到这边活得像个人一样。他是我的家人，如果我现在不救他的话，他回去一定会被人家暗杀掉。吴一雄，如果是你自己的家人的话，你会怎么做？啊？是真的吗？他真的是会长的儿子？他是你哥？打我啊！动手打我，答应我我就让你走。打！陈在天，你没吃饭是不是？打！签名字。是一家人，是吧？